现在呢，毛笔来挂上墨汁，先把这几个筋儿给它勾一下，避免呢一会儿干之后呢，颜色就太硬。好，我们接着再来啊，勾起来。这些小的呀，就简简单单给它意思一下就可以，就不用说完完全全的给它画的特别都给它画上去啊，就比较小的这些你就可以忽略。毛笔再来蘸太白色，三青也可以来一点点啊，不要太稀。把颜色给它调好。接下来我们呢，再来加一些这个玫瑰红。好，我们再来试一下啊。哎，点错了，我们来这里，这是玫瑰色，不要调得太高，调得太高肯定呢整个花瓣它就变成红色了。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往下画，镜头可以拉得低点。这个花头的颜色就很粉，然后呢，这个呢还现在目前调的颜色特别的柔和，就是咱们用太白、三青又用了这个玫瑰红，你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把它的花冠的造型给它打出来。也就是说，有时候呀，并不一定非要一种方法走。你看，慢慢的，哎，就有感觉了啊。它呈现出的感觉就是这种比较散。这个我们再往这儿调一下。看下面走过去，来，你可以拿毛笔注一点力，过来，注一点力，上边呢，我们给它填起来，下边呢，再给它打上一层，层层叠叠的，笔尖加重颜色。当然了，整朵牡丹花它就呈现出一种很淡的这种状态。看，也可以稍稍的画出一点弧度。看，过来了，拿毛笔笔头上走。你看这个笔法就比较活了。再来调上玫瑰色，刚才我去笔肚去蘸了一点这个底色。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儿你看，又加一个。哎，慢慢的把它的造型打出来啊，要浅，不要调得太高。看，过来了，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笔法比较活了，
就是这样啊，一点一点的给它往上加，连添带加的。那上面这个该怎么办呢？上面我们接着来加。你看这里，如果说没颜色了，我们就拿笔，你看还是老方法，挂点水，再过来调一下，不想让它太蓝，你就加点白。但是笔尖呢，还是那样啊，就别忘了蘸颜色。接下来，你看，哎，上面颜色多淡，下面的颜色呀，还挺重的。对，刷过来了啊。这整个牡丹花冠呢，你看我们给它画出来之后呢，这个笔法就相当的活。这就一朵大牡丹就给画好了。看是不是整一个浅色的？它和它是不是有几分相像？但是呢，花头上颜色就有很大的区别啊。那么我们接着呢，再往下走，看看还能够往下再来画一朵。这里要是浅色的，我们这儿就可以给它衬得重一点。哎，在这个位置，不光有叶胆花，而且呢还有花胆花，很到位。那么我呢就把这个蕊先给它填起来了。
啊。上面呢，我们还要来啊。哎，你看看这笔肚上我们调好的颜色是不是就派上用场了啊？因为你颜色调的低呀，你看我这个水分也不是太大。过来，看这花冠，哎，看起来这笔触还挺有力量。你看太平的地方，你是可以给它，你看再加一笔，是不是？感觉就有了啊！咱们把这个给它填起来。过来，填一下，包起来。你看一层一层的，咱们把花心打到这里，然后呢，接着来点花蕊。好，同学们，现在呢，我们来点上花蕊。我们来观察一下这整个画面的布局。这一部分呢，我们可能要在上面再加一个半开的花朵，把这两朵花的平行感呢，来给它打破一下。你看我的毛笔笔头上留的有粉色，我现在呢要多调一点曙红，笔尖呢再来调一些胭脂把胭脂给调上去，最后这个是胭脂色，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来加一个半开的花冠。好，朋友们，我们把大概位置找出来。现在侧锋运笔你呢就想让这个花瓣让它边缘处呀要有高有低，也就是这些规则性的东西呢，我们用在花卉中它出现的感觉就不太好，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把这种比较规则的给它破开。对，我们边画的时候呀，让它出现一些大瓣、小瓣，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美术上、美学上还有以及这个国画创作过程中它们之间呢都是相互对立的，有大有小，上下是吧？左右宽窄，这些它们都是相互矛盾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慢动作，笔尖颜色一定要加稠加重，边走边向外切花瓣切的时候呢，我们要顺其自然不要说太过于刻意。现在看见缝隙呢，我们就来填一下。像填中间这一部分呢，我们调颜色的时候，笔尖上挂上一点胭脂色就可以了，不要调得太高。调得太高，笔触越大，那么把整个花心就不好打层次了。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感觉哪个地方有点太硬了，好比说有些太平的地方我们就可能要去再调点颜色，再加一个大瓣就得破开了。朋友们就会发现，这个小花瓣一加呀，它的力度以及它的平行感呢，我们就给它打破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几朵牡丹。目前我们画了9朵，像左上边那个红的，就是把中间这2朵粉的就给破开了。我们接着呢再往左走，我们看看现在的布局。
咱们看这个整体的看得比较明白。现在呢，我们把左边的这2朵黄的给它画出来。好的，朋友们，我们整体呢，要向左来看，把纸来拉一下。来，同学们，我们现在呢又准备上了太白色。我的毛笔上去挂了水，所以说来调颜色的时候，朋友们没发现加水这种方法也是蛮省事的。调好之后，我们刮掉多余水分。毛笔笔尖上这一块啊，你要是感觉太白有点多呀，你就把太白洗掉一点在水里呀，轻轻的洗一下，把那个笔尖的太白洗掉，刮掉多余水分。接着我们再往下，你看这个颜色过渡的，过渡好之后，我们就用前面3种颜色来画。我们还是需要找对它的比例现在开始，我呢再来一个慢镜头。这个时候，朋友们如果说感觉太慢的话，你呢就需要来快进一下。就今天呢，咱们就把前面这个主花冠的给它来画一下。有时候我的毛笔会轻轻的捻动一下笔尖那么朋友们在下面呢就需要对这个运笔有一个详细的练习，以便于我们在后期画牡丹呢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好的，朋友们，我们笔尖呢再来加上鹅黄色强调的上面呢因为我们想画淡色，下面想画重色，所以说后期的曙红胭脂呀，我们才开头不要用这种颜色。它就会呈现出上面颜色淡，下面颜色重。我们现在再来看一遍这个调色，不管是画哪一个牡丹，你看我们现在蘸的颜色这么近的距离，朋友们会观察到这个色度呀，水分不大，而且呢，毛笔上你看毛笔鼓鼓的，它上面其实它挂有水分的笔尖的颜色呀要加重，对不对？我们现在呀要把这个笔尖上已经加了曙红，所以说这个时候曙红和原来的颜色一碰撞就特别的清晰。你看，我们如果说咱们画牡丹的时候手上有3个问题，好比说控水不太到位，运笔不太到位，那么我们呢就需要着重的来练习一下，要把眼前的第1个问题解决掉，我们再去攻克第2个问题。我们在画的时候呀，不要硬学就是每一个笔画、每一个笔顺呢都必须照准我们呢要给它顺其自然的。好比说你画了几个笔触，你该如何来解决，是吧？有一点没有照准没关系，因为我们呢学习的就是如何掌握处理的方法。就比如说有时候临摹也不会说是临摹的一模一样我们要保持放松的心情，要往前走。好，咱们侧锋运笔，你看把这些小白缝你是可以没事的时候来画一下，过上。我们要记到，想画大花瓣的时候呀，你的毛笔就要向下压，向上推笔
每一个环节，因为有时候你运笔的这个可以把花瓣的质感给画出来呀。特别是画黄色的，我们的水分呢一定要把握好，不然的话，这个黄色因为颜色比较浅，画出来的干之后呢，肯定它会暗淡无色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层过渡好，笔尖呢一定要把颜色的色度呀给加强一下。好，朋友们，我现在呢把毛笔洗掉了，我在笔头的这一部分呢，来给它加上了太白，因为我想把外围花瓣呢给它来的白一些，本身这黄色呀干之后不太显色。画完这个笔头之后呢，我接着直接来调鹅黄了。我们调好鹅黄色，现在呢，在它周围看看哪个地方需要补花瓣，我们再来运笔，让这些花瓣处于不规则状态出现，有大片有小片，将其错开。我们再来，就记住尽量让它们花瓣与花瓣之间呢留有空隙。好的，朋友们，我这个时候呀，笔尖又去蘸曙红了，因为我想把这个花心部分呢来的重一点，所以说有了曙红之后呢，我们再去点花蕊的时候呀，花蕊和这个颜色就会形成很大的色差。你看这个地方有点平了，我呢就来再补上一个大花瓣，把这种比较规则的状态呀打破一下。所以说我们画好的这个牡丹花冠呢，你是可以根据情况来做调整的，让它们之间冠与花冠之间的花瓣一定要错开不要围得过于紧实这样的话这个花头看起来就会非常的自然。好，朋友们，接着又过来画了，我呢再重新调上颜色，这个呢是鹅黄，然后呢再加些曙红。我呀想在这个整朵牡丹花瓣花冠旁边再加一个小的花苞因为这一个花冠待到这儿比较